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又是我回来啦。今天绑了一个小辫子，减龄一点哈。今天穿的是 USC 的校服。那么今天想要和大家讲的主题呢，其实也是我自己摸索了蛮久的一个主题的，那就是如何选择专业呢？大学的专业总是千奇百怪的嘛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兴趣，或者是身边的人告诉我们该选什么专业，或者是网上的人跟我们说什么专业出路会比较好什么的，所以选择专业这个事情看似非常的普通很简单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头大的事情。有很多小伙伴就经常跟我说，我怕我的专业选择不好啊，那我以后找的工作如果我不喜欢，那我这4年大学不就白读了？我的人生是不是就会因为我的 major 轨道就变得很不一样了？如果你是透过你的 major 去选择你将来的工作的话，那应该是你的人生会跟你的 major 是有关系的。但我也听过那些工作跟自己的 major 是毫无关系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在选择专业这个方面，小伙伴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小技巧，可以帮助你们在大学期间选择专业的时候，快速的发掘自己的兴趣，找到自己想要读的专业，打从心底的喜欢你选择的专业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，因为我从大一开始 undeclared 直到我现在传媒硕士，我一共换过我换过4次专业然后我对我现在的专业是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也非常不后悔我之前选的那些专业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学到了很多选择专业的小技巧。OK， 那如果你是要准备去上大学的小伙伴们呢，我建议你可以从 undeclared major 开始，所谓的没有任何专业的 major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，因为你可以充分的利用你大一的时间去选择、去挑选你有兴趣的话题，或者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 info session 来去决定你想要走什么样的路，你想要去学什么样的 major。那如果你已经选择了专业，你对你现在的专业还不是很确定，你感觉你有所动摇，你有点想换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越早去想这个事情越好啦。所以不管你是 undeclared 还是你是大一或大二有 major 想要换 major 的话，都可以采用以下这些小技巧。那我的第一个小技巧呢，就是多去参加一些 info session。在大学的时候，你可以多留意一下学校的官网，比如说 career center， 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 info session。那这些 info session 呢，很多时候都是 intro to a major 的。那如果你多去听一些关于 major 的 info session 的话，你或多或少都会收获到关于这个 major 的资讯啊，他出来找什么样的工作啊，薪水是怎么样的呀，都要上一些什么课才能毕业呀，这些都还蛮重要的。参加 info session 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一个选择。然后这些 info session 呢，之后都会有提问环节，如果你在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都可以去问这些讲师，可以让我们对一个 major 有全方位的了解，然后你会对你自己有更清楚的认知，说你想不想要去读这个 major。 那像我刚才有提到说你们可以去问问题这一点嘛，你们除了问这些 info session 的讲师之外，你们也可以去问你们的 advisor。 你们去了大学，你们都会知道自己会有个1对1的 advisor， 至少我读的所有大学都是有1对1的 advisor 的。你要多利用一下这个 advisor 的资源，跟他约个时间去他的办公室坐下来，2个人好好的聊一下。你可以跟他说你任何的心理想法，你觉得你不太知道该怎么选择 major， 他有什么样的建议，很多时候 advisor 他都可以领导你去认识学校的各种资源，而且会给你一种陪伴的感觉，你就不会那么 lost， 你就不会觉得我在大学里面我总是孤独一个人。这个 advisor 他起到了一个陪伴你选择 major 的作用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多多利用一下的。 advisor 他也是不会告诉你说我觉得你该去读什么什么样的 major 啦，因为他们还是要根据你的兴趣来去跟你就是推荐的嘛，他只会告诉你学校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让你去多参考，这也可以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啦。但是也有例外的啦，像我那个时候从设计大学我想要转入 UCI 的时候，我就问我的 advisor 说，我不太想要继续读我的这个 communications 专业了，我该换什么样的专业比较好呢？他当时就跟我推荐了心理学这个专业，他就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学心理学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2017、18年的时候，读心理学的同学们转入 UCI 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，如果我去读 UCI， 不是我去读 UCI， 如果我去读这个心理学 major 的话，我转入 UCI 的几率会有所提高，就是有一个小心机在这里啦。我相信你们也都听说过吧，也有很多同学先去申请了一个不起眼的专业，然后考进去一个好的大学以后再去换。当然我们最好还是靠自己的实力考入一个好的大学嘛。但是我当时首先对心理学已经非常有
有兴趣了，然后再加上他这么跟我讲，那 why not， 我就直接去学了心理学。但是如果他给我推荐的是说，如果你去学数学的话，你会很容易考进 UCI 的，我肯定会不去选这个专业的，我还是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去选专业啦。我也建议你们这么去做。我的下一点就是你们可以去上很多 Intro to 什么东西的课， Intro to Psychology， Intro to Economics， 就是有很多这种 Intro 什么101 Psych 101 Business 101 Econ 101， 很多这种101的课 Intro to， 它都是没有 major 限制的。对这个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去尝试上一下这个领域的课。当然我不建议，如果你还在探索阶段的话，你就去上各种五花八门的课，我是不建议这样的。你最好是已经知道你的兴趣大概在哪里了，然后你想要去测试一下你去上这方面的课你会不会有兴趣，你再去上这个 Intro to 什么什么的课，因为它毕竟占用了你一点的学分和你的时间和你的精力嘛，谁都不想要白上一个 Intro to 什么什么的课，对吧？我就一直在强调兴趣这个东西嘛，我觉得选专业对我来说一定要跟我的兴趣是重合的。很多人都跟我说，如果你去学这个专业，你将来可以赚很多钱，如果你去学这个专业，你将来工作的时候会很轻松。如果这个专业我一点都没有兴趣的话，我读起来既痛苦，我又会怀疑人生，而且我一想到我以后毕业做的工作全部都是这个专业相关的话，那我这辈子的快乐要从哪里拿呢？那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不会快乐了呀？即使我很有钱，对吧？所以我非常强调兴趣这个东西，我强烈建议你们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去选择专业。那也有小伙伴可能会说，哦，我不知道我的兴趣是什么，或者是我对我的兴趣还不是很确定，或者是我知道我的兴趣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根据我的兴趣去选择专业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去你学校的 Career Center 去做一个职业测试，这样的一个 assessment test， 英文好像叫做 Career Assessment 还是什么的。这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你坐下来花1个小时的时间去做一个问卷，有点像一个 survey 这样的东西，有关你兴趣的一些小问题，就比如说你喜不喜欢动手啊，你喜不喜欢做一些思维逻辑的题啊，或者是你喜不喜欢锯木头啊，或者是你喜不喜欢跑步啊，它就会为你平时的一些小习惯啊，或者是小兴趣，给你综合一个你哪一方面比较强，或者是你的兴趣点在哪里，然后他给你推荐的 major 都有哪一些，他都会给你依次排列出来首选的 major 给你建议了什么，再来是建议什么样的 major， 再来是建议什么样的 major， 他也可能不会建议 major， 他也可能是建议说你去做什么样的行业。像我那个时候做过一个这样的测试，我在读 Kelsey Fullerton 的时候，那个 assessment 他告诉我适合从事的行业呢是跟人类接触听起来好怪，就是经常跟人交流的行业，多媒体啊，或者是传媒啊。他也有推荐我说我可以去当 counselor 啊，或者是去当老师啊，我都有考虑过去做这些职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 assessment 还是蛮有用的，我非常的推荐你们去做做看。有的时候是免费的，有的时候会要一点点钱，根据你的学校的不同。但如果你的学校要收费的话，你也可以上网去做一些网络上免费的这种测验啦，尽量找那种比较专业的测验去测，会比较准确一点，也都是仅供参考啦，不要太相信这类的报告，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兴趣来去选择啦。 Follow your heart。还有一个对选择 major 很有帮助的办法呢，那就是你可以去问那些已经在学这个 major 的同学们，他们怎么想的，学起来怎么样啊？你觉得课难不难啊？ project 多不多？ paper 多不多呀？将来你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之类的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资源，你没有在学这个的小伙伴们呢，我也建议你们去加信息平台，你们去读哪个学校，你就去加你们学校的信息平台，一般都会有。像我们学校就是 USC 信息平台，请他把你拉到你想要去的 major 的那种群里，然后你在那种群里去结交朋友，去问他们说这个 major 怎么样，有什么样的建议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。当然我在这边倡导你们说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专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我们也不能太理想主义嘛，我们也要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major 的基础上，你们也要考虑一下这个 major 出来的薪水大概是在什么样的阶级里面，还有这个 major 读出来以后需不需要读研。像我读 psychology 的话，我读本科出来其实做不了太多专业相关的工作的，需要读研或者是甚至于读博，我才能去从事心理学相关的工作的。如果你想要去做跟这个专业有关的工作的话，你需不需要读研，你需不需要读博，这个需要考虑一下的。读研和读博的时间啊还有金钱都考虑进去，而且考虑这些同时你还要不断反复的问自己，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想不想要我35或40岁的时候才毕业，才开始工作，才开始赚钱。我没有继续读研和读博是因为我的 advisor 跟我说，如果你想要从事心理学
学相关的工作的话，你就需要去读 medical school 啊。我是一个还挺着急想要出社会工作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根据自己自身的兴趣去选择了另外一个专业，选择了传媒。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真的很喜欢。重点就是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这个专业它跟你的兴趣是重合的 ，OK good， 那出来的薪水是不是你想要的？还有读的时间需不需要更久？而且读出来之后做的工作是不是你想要的生活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就冲就好了。那我读传媒的话，我1年之内我就可以拿到硕士的学历，然后我就可以出来工作了，这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所以我就去读了传媒这个专业。那我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这几点的话，首先你要根据你的兴趣爱好出发，可以先从 undeclared major 开始。如果你有一个 major declared 的话，也没有关系，不要太晚才开始想，多去参加一些 info session， 多去上一些 intro to 你有兴趣的 major 的课，去问问 advisor 说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提供给你，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提供给你，做一些职业测试，去测看看你的兴趣点在哪里，然后你适合从事什么样的职业，然后去问一下已经在读这些专业的同学们他们的想法，他们喜不喜欢这个专业，他们将来想要做什么，这个专业的薪水怎么样，看看需不需要读研，需不需要读博才能去做跟你专业有直接关系的工作，时不时的问自己说，将来的生活是这样的话，我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鸟在旁边一直玩他的玩具，所以有可能有录到他的声音，但是他最喜欢的玩具。转回来。我希望我提供的这些小建议呢，有给你们起到一点点的帮助。你们是怎么选择 major 的呢？你们有什么样的小技巧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选择专业上的问题，都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答你们。那么我是李潇，我在我的频道呢，经常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关于学习的技巧啊、生活技巧啊、大学转学啊、美国大学、美国留学这方面的资讯。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有兴趣的话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或者是订阅哟。你们有什么想要看的主题，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还是希望可以做你们想要看的视频的内容的。那么今天就先这样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